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今天我们要来修理我的洗碗机，过程中会拆下洗碗机以及重新安装，所以如果要学习安装也是可以看看的。洗碗机非常的方便，而且不但省水也省时间。洗碗机就和洗衣机一样，是用里面的水循环清洗的，不像手洗一样水会一直流走而被浪费掉。而且因为是用热水，所以不需要用很多水就可以把残渣洗掉。有的人可能觉得手洗更干净，但洗碗机烘干更能为餐具消毒。最主要还是省时间，所以我洗碗机坏掉的这几天还真的是比平常辛苦不少。我们今天就把它拆下来维修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它出了什么问题。我现在还是可以开机，所以不是电源的问题。开始以后好像有加水的声音，但是我不是很确定。之后就一声不响了。以前通常是加完水之后，大概过不到1分钟就会听到水旋转的声音了，但现在没有。把洗碗机打开后，我发现完全是干的，不过好像有点水汽。我们来看看底部，可以看到底部其实有水，但是就是一滩死水。也就是说，它加了水之后，水就是沉淀在下面，没有循环旋转。如果你认为洗碗机没有加水，想要测试循环有没有问题，也可以自己加水。不过不能加超过底盘线圈的高度，不然某个感应器可能会报错，导致洗碗机不启动。我们按下取消键，把门关上，可以把水排空。可以看到排空也没有问题。所以洗碗机的主要3个功能：加水、循环和排水。这之中只有循环出了问题。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是烘干，我们这边就不讨论了，没有洗怎么烘干。把下面的挡板螺钉拆下来。在这里可以看到入水口还有排水口，在入水和排水时仔细听，就可以知道这2个部件有没有在工作。这3种部件都在底盘的圆盘下面。有一种方法是把这个整个圆盘拆下来，把圆盘连同3个部件同时换掉。不过我觉得在拆不出洗碗机的情况下，要从底部拆下这个圆盘真的很困难。光尝试在这个空间下入水管就已经让我放弃了。还有一点，水循环出问题也不一定是循环泵有问题。如果循环的部件堵住了，也可能导致循环失败，所以在更换循环泵之前，记得做一下清洁，碰一下旋转盘跟喷水口，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我这个试过了不行，我也不想尝试下底部的圆盘。既然总是要把洗碗机整个拆出来，当然是只换坏掉的部件最好啦。我们把洗碗机拆出来，首先把入水口关掉，电源拔了。如果不是插头而是电线，那就需要关掉电闸，把水管和接在厨余机上面的排水口下来。这2个管也是可以只拆洗碗机底部的接口，但是那里更窄，所以我选择拆柜子里的这些接头，相对宽敞一些。把洗碗机的门打开，把侧边2边的螺钉下来。有时候上面也会有一个。这样就可以把洗碗机拉出来。拉的时候注意刚刚拆下的这些线，尤其是排水管，它通常会绕到上面的某个地方固定住。这样厨余机的脏污才不会倒流，所以通常要手动挪动管线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洗碗机完全拆出来。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倒下来，所以最好把把手也拆掉。我们把洗碗机倒下来后，可以看到底部的构造。右下方这个是入水口。蓝色的部分是入水的泵，如果洗碗机不加水就换那个。左下方是排水管，排水管更左边的是排水的泵，如果洗碗机不排水就换那个。而我们要换的循环泵是左上的那个，它跟排水的泵都连接到一个大大的圆柱，我们可以在上面找到序列号。这边购买时就会有一些差别，可以只买循环泵，
或是买循环泵附带这个圆柱以及旁边的一些管线。我建议是买循环泵附带这些部件的，因为你总是要把旧的拆下来装到这个新的循环泵上，这过程中你很难保证不会出问题。我们之后会说到，我们把序号记下来。我在网上只在eBay找到一个用过比较便宜的，其他的要么很贵，要么不附带圆柱。你先把这个部件下来，我们需要先拆下排水管，然后把排线断开。首先是循环泵的排线，然后是排水泵的排线。这中间还有一对排线，然后右下方还有一个入水泵的排线，那个我就不拆了。这边我们把中间的这个白色的下来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把这个连接处断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循环泵跟排水泵一起拆下来。过程会很难拔，后面有一个地方固定住，然后中间的橡胶圈很顽固，你可以拿起子撬。不过要小心，不要把橡胶搞破了。拆下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底盘的螺钉。有些人可以在不把洗碗机拿出来的情况下，下这些螺钉，然后把这个圆盘跟3个泵一起换了。不过我觉得这很困难。这边顺便一提，循环泵不工作也有可能是电容老化了，可以尝试测试电容以及更换电容。各位可以参考我更换空调电容的视频。不过我就直接整个泵换掉，因为不管是哪种方案，我都需要把整个洗碗机拆出来。这里面有点脏，也有可能是损坏的原因。把这部件拆开，可以看到里面更脏，而且我尝试还原也感觉没有弄得很好，所以我建议买部件时最好买附带这个圆柱的。把这新部件打开，虽然有圆柱，但我们可以看到它旁边的管线也不是完整提供的，所以我也需要把旧的拆下来，然后装到新的上面。如果要使用原来的排水泵，我们可以把原本的排水泵逆时针旋转，就把它分离出来，然后顺时针装到新的上面。我就不使用旧的了，直接用这个新的。管线的话，这边我犯了一个错误，这个扣环要么是我不会用，要么是一次性的，这样装回去后之后会漏水，所以我之后又买了2个环，把这个管线的连接处两端重做了。我们之后会说，我们先把这个橡胶圈拿出来，放在新的泵上，然后把它插进去。记得同时背后的槽也要固定进去。插进去之后，把管线固定住，然后把这个白色的东西装回去，最后把电线都插回去。把手装回去。这时候不要急着把洗碗机装回去，先在外面接着，把电线、入水还有排水口接了，测试看看有没有漏水。我这边就因为那2个环的关系发生了漏水，我们把环替换掉。这个环在漏时是固定的宽度，但是感觉比这个缝宽了一点。金属和橡胶都有一点弹性，所以应该没有问题。我们把环换掉后就没有漏水了。确定没有漏水后，我们就把洗碗机装回去。记得排水管要从上面走。放进去后，把侧边的螺钉固定住。然后我们再做一次测试，没有问题，底部也没有漏水，那我们就把底部挡板装回去，那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谢谢收看。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、维护、安装、升级、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。
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。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，自然是最好。但是如果遇到，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。谢谢。